这是希金斯差点原地退役的一局比赛。原本6颗红球已经扎堆的台面，为了确保火箭不能清台，老张头选择继续增加难度。但是母球回防意外的碰到咖啡球，就是这微乎其微的偏差，成就火箭又一封神时刻。还是有很强的这种功力啊，在手上。否则的话，这个很难形成这么多回合的这种较量，不分胜负。两个人互相防了16分钟了。太硬了，红球刚好1颗球的缝隙，对于火箭来说，只要露头就能往洞里干。而且黑球流出的角度正好可以衔接底库的红球，但是右边让人头皮发麻的乱局才是本局最大的难题。刚好是通过这个红球中的缝隙啊，留下进球的线路。但是这局面想一杆制胜啊，也不容易。漂亮，这一杆母球穿缝真是细腻。火箭30年的控球功力，即便黑球角度留大了，也能瞬间拨乱反正。又是一个厘米级的控制，利用红球界停交到黑球，并且同时把红球 K 活，只是一个瞬间，6颗难度球就变成了3颗。看火箭拆解乱局，就像欣赏现场作画的画家，每一笔都让人拍案叫绝。这杆失误了，旋转加的不够，不仅没能 K 活红球，反而让局面更加雪上加霜。现在火箭只剩1颗中弹红球可以进攻，如果不能利用粉球做出有效的调整，那进攻的脚步就要再次中断。最上方的1颗右边中弹，打进这颗之后，剩下的3颗红球啊，就不太容易处理了。粉球的角度肯定是没法 K， 想 K 的话只能是打黑球，但是这个位置打黑球的角度啊太大了。就在解说刚刚确定粉球不能 K 球的同时，奥沙利文紧接着就是一顿啪啪打脸。我还是想发力啊，发力的 K， 看一下。漂亮！漂亮！这就是火箭神奇的地方，在别人眼中根本无法达成的事情，在他手上就能完美实现。但是难题还没有结束，母球的落点手架很不舒服，哪怕是使用架杆，同样是非常难受。这颗关键球非常重要，能否顺利校位踩球，将会直接影响这一局比赛的胜负。架杆的话距离太远了啊，而且现在白球和这个红球离得很近，所以有这个重杆的这种风险啊。还是只能是选择这样的姿势来打。果然还是出现了意外，黑球留出了向上的角度，想要链接红球，那又需要一个母球大绕台，比赛难道还会有变数吗？很复杂的局面，上手之前。哇，够悬的啊！真惊险！母球转角2库差点晕进中弹，只能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的叫到红球。这杆，杆法用的稍稍的高了一点啊，再低一点呢，绕库回来以后，这个白球的位置啊，落点会离这个红球啊还能更近一些。打进超分红球，克鲁斯堡已经彻底沸腾。几分钟前还那么复杂的局面，火箭的双手真是能化腐朽为神奇。现在胜负已经没有悬念，如果火箭能完成一杆清台，那这一局又是斯诺克史上经典的教科书案例。还是抓住这个希斯的防守上一个小漏洞，一杆打中，和上一盘真的很像。那只不过呢，取胜的一方变成了奥沙利文。是，将近1个半小时。在这2个人身上不多见啊。是的。
可能是火箭这一局的表现太过亮眼。赛后，老张接受采访，觉得自己体力和专注度不够，想要考虑退役的问题。但是看今年最新的比赛，753节仍然全都宝刀未老，依然是斯诺克无法撼动的3座高山。把领先的局分重新拿回到4局。这是火箭近2年最精彩的逆转局，红球2库来找粉球藏住，而母球转角3库更是神奇的躲在了绿球身后。火老师出手就是王炸，如此逆天的线路，直接让超分的萝卜憋出内伤。这是2021年世界大奖赛决赛上半场最后一局，萝卜刚刚完成超分，本以为可以带着5比3的优势进入下半场，但是这颗贴库的红球却让自己饱受折磨。落后41，台面最高还有35，火箭至少需要做成2杆斯诺克，而着急下班的火老师直接上演连环斯诺克教学。漂亮，不愧是当年的最稳定球员，第一杆轻松解到，而且还差点形成了反奏。火老师要准备上难度了。太逆天了，母球一个低杆横抬，不多不少的藏在黑球下，杆法和力度完美的配合，大萝卜忍不住敲桌示意惊喜。Talent and touch. Beautiful shot. 太可惜了，母球几乎擦着红球而过，萝卜直接愣在了原地，还差一杆就能追上超分。看看火箭能否打铁趁热。很可惜，这一杆没能做上，大萝卜终于可以喘一口气。真惊险！篮球差一点就晕进中袋，而且红球还漏了一个薄球的机会。但是这个极限薄难度太大，领先的萝卜应该不会这么冲动，选择稳妥的防守一杆。不过很可惜，力度稍大，不仅没能形成反奏，还给火箭留了一个做球的好位置。好球！火箭真是纯纯的6边形战士，要走位的时候分毫不差，要准度的时候也是抬手就位，现在要做球，更是丝毫不逊色任何防守大师。火箭做的精彩，萝卜也解得漂亮，但是跟接下来要发生的相比，之前的都只能算是开胃小菜。虽然最炸的他就要来了。这是什么神仙点位线？几乎完美的母球目标球双控，这是人类的脑子可以想到的吗？这完全变态的一点，让大萝卜足足长考了200多秒，一半是在思考解球，一半是在怀疑人生吧。奇迹还是没有发生，2库没有碰到红球。还送上自由球大礼，大萝卜只能欲哭无泪。选择黑球作为自由球击打，现在台面的分数已经绰绰有余，火箭剩下来只需要稳稳清台就行。大萝卜相当郁闷，此前已经连胜火箭好几次，但是这一杆的威力实在太强了。漂亮的母球横抬，完美的避开了粉球。现在清台已经没有难度，欣赏一下火老师的表演。Gutted if he loses this frame. 7.
21. Brilliant match play. Roger Sullivan to steal this frame. Scots pink and black. $32. 从3比5变成4比4，火箭最终10比8战胜罗德，结束了自己长达16个月的冠军荒，喜提职业生涯第38个排名赛冠军。这是塞尔比永远不想提及的回忆。打出这杆精心设计的斯诺克，满心欢喜地等待火箭掉入陷阱，没想到到头来小丑却只是他自己。比较容易漏球啊，这杆如果解不好的话，力度控制不好的话，哎呦，没控制力度的。这个大力出奇迹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血脉压制。白球神奇的没有碰到一个彩球，而且最终的落点形成的反作简直杀人还要诛心。看到结果和自己的设想完全背道而驰，赛大师只能对自己生着闷气，以至于赛后的2年都深陷抑郁症的折磨。那滔天的怨气感觉都可以生吞奥沙利文。Yeah, I definitely feel like that in that particular match, especially towards the end of the last session when, like you say, he was smashing the balls around because if you're playing any other player, that was like Johnny Higgins really just tried to get out of the shot and just play the right shots and stuff. Felt as though Ronnie was obviously doing that, and if you do that, you don't deserve to sort of not only win the match, but you don't deserve to like not stick balls on, and he was sort of smashing them and getting away with it and not leaving me anything. So, which was see, at that point, like I say, only in that match I felt as though he was disrespectful to me and the game at that particular time. But obviously, in other matches when I've played him, it's not been like that. It was just that one particular match where I felt he was just disrespectful. I just think that he's obviously picking like 1 or 2 shots out of 33 frames. Like most people said, he's kind of. 这个斯诺克史上永远绕不过的经典，就是2020年世锦赛半决赛，斯诺克含金量最高的冠军，400万的最高奖金，对手还是塞尔比。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几乎集齐了火箭战力爆表的必须因素。所以这杆大力出奇迹，究竟是实力还是运气，或者说更应该叫他命运？赛大师是出了名的坚韧，肯定不会这么容易认命。在一个绕台长跑的时间里，他决定向命运做出反击。这就是持续7年称霸世界的强者之姿。火箭连敲台面誓言，精彩的反击瞬间点燃现场所有观众的激情。现场解说激动的连嗓子都要废了。但是别忘记，遇强则强是奥沙利文的特殊体质。非常精彩的解球啊！来看看这一杆，也是一杆漂亮的解球。哇，这太过瘾了，这场这是神仙打架。完美的线路配上恰当的力度，奥沙利文把斯诺克打成了艺术，而且这一杆杀机四伏，红球怎么打都会吃库回弹，白球也并没有沉底的线路。面对决胜局的决胜杆，火箭这一杆30年的功力，赛大师是否挡得住？赛大师想要扎杆轻碰红球，原本设计跑回上半区的白球，竟然意外的吃到了带脚，鏖战了33局，一杆意外直接给赛大师判了死刑。哎，我拉回去啊！有这个角度。红球准确无误的滑入底袋，奥沙利文这个让人羡慕的大心脏，面对什么样的大场面都举重若轻，又稳又准又狠。准备升空的火箭天王老子也拦不住，塞尔比委屈的像个孩子，看台上他的夫人也只能心疼。打进黄球完成超分，最后的清彩环节对火箭来说根本没有犯错的机会。深知此理的赛大师选择保留最后的优雅之姿。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球手在面对塞尔比的时候，像沙利文这样打，这是一种招数啊。塞尔比很可惜啊，因为他也很努力了。也要恭喜奥沙利文。是的。最后的粉球没有打进，奥沙利文第7次打进世锦赛决赛，塞尔比忍痛上前祝福。
最终决赛，火箭以18比8的大比分拿下属于自己的第6座世锦赛奖杯。下一步就是朝着皇帝亨德利的7冠王纪录发起冲击。